后面来一条金灿灿的，看起来好像是大黄鱼啊！咦，确实是一条大黄鱼，虽然不算大条，应该也是1斤左右的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屌哥哥，现在是准备过去拉我们这一趟过来外海的第2个网啊。第1个网的收获算是挺不错，有一条1斤多的大黄鱼，而且其他杂七杂八的鱼货也是比较多，什么白花鱼、春子鱼的，还有几条黑鲶鱼、几条沙尖鱼，鱼货的种类也是挺多的。很久没有在外海捕到有这么多的鱼货了。然后现在准备拉第2个网，看第2个网的收获怎么样吧。网刚拉上来，网都卷在一起，有点乱啊。先来一条华鱼啊！我说网怎么这么乱啊？原来也是有好几条华鱼都卷在一起了，一堆呀、怪不得这些网都卷在一起了，这么多的白花鱼。确实，今天捕到的白花鱼也是挺多的，估计是有点风浪啊，白花鱼就比较聚集一些。你看这么一堆，到现在都还没解出来，因为白花鱼太多了，然后把网给绕在一起。有这么多的白花鱼，应该底下也会有几条这种大黄鱼出没吧。今天所有的白花鱼就不卖了，通通拿来分掉啊！毕竟也是休渔期前的最后一次出海捕鱼了，大家也好分多一点鱼，留着休渔期慢慢吃啊。等一下黑鲶鱼有多的话，每人也分多1、2条。毕竟这些鱼也是不怎么值钱啊，但是拿来分了带回家吃，其实还是挺不错的。要不然等休渔期的时候，这些鱼价格就比较高了。像这一种华鱼、白花鱼，休渔期的话，1斤可以卖到30、40块钱了，鱼货少的时候会更高。而像沙尖鱼的话，休渔期1斤可以卖到70、80块钱了，大黄鱼的价格就更高，就不用说了。所以这一次就分多一点带回去，冻在冰箱里面慢慢吃，够吃很久了。这边也是连续的来这一种华鱼啊，没有其他鱼货，通通都是这种，而且这种也长不到非常大条。这一只好像是蜘蛛蟹吧，来了一只蜘蛛蟹啊，这条还挺大条的，看起来像沙尖鱼，不是，是狗母鱼。狗母鱼啊，也叫做纳哥鱼，肉质比较粗糙，而且这种鱼的鱼刺比较多，一般都是拿来打鱼王的，不管清蒸红烧都是不怎么好吃的，但是拿来打鱼王味道就挺不错。来了一条黑鲶鱼啊，今天上来的黑鲶鱼还是挺多的。上一个网好像也是捕到有3条的这个黑鲶鱼吧，都是差不多这种规格，1斤多、1斤多、2斤这样规格。其他的全是白花鱼了。今天怎么这么多的白花鱼啊？很少这样的。难道这些白花也出来开会了？开会遇到我的渔网，感觉还是有点小风浪的，船有点摇晃。你看，又是白花鱼，好几条一起上来呀、而且感觉这个风浪有点加大的迹象啊！你看，又是好几条的白花鱼被拉上来了，肯定是这些白花鱼出来开会了。出来开会又一不小心遇到我的渔网，还是说我的渔网就直接放到他们的会议厅里面去了呀？数量是真的多，其实我就不想要这么多的白花鱼啊，那只要大黄鱼多好啊！有一些没长牢都直接掉到甲板上面了，个头都是差不多这么大的。我估计这一趟3人每人都可以分个3、4斤华鱼了。你看，又来一堆啊，很多都直接掉到甲板上面了。第2个网比第1个网还要多很多。第2个网的鱼货品种没有第1个网多，但是鱼货就应该比第1个网要多。毕竟这一个网才拉了1/3的渔网上来而已啊，遇到了好几群这种华鱼了。沙尖鱼来一条啊，这个网也是有几条沙尖鱼的。后面来一条金灿灿的，看起来好像是大黄鱼啊！咦，确实是一条大黄鱼，虽然不算大条，应该也是1斤左右的吧。这样子看应该是有个1斤左右，至少都有个8、9两了，又能值个几百块钱了。今天捕到的第2条大黄鱼啊，上一个网1条，这个网又来1条，但是上一个网那条大条一些啊，大黄也是越大条越值钱的嘛。又一条春子鱼啊，今天的春子鱼还是挺多的。这一条春子鱼的活力就还挺好的啊，但是春子鱼活着跟挂掉的价格是一样的，所以就直接把它放到活仓里面就行，也不是说特意去养活它，
这边又是来了一串这种白花鱼啊，一大串的。其实白花鱼真的可以不用来那么多的，风浪明显有点变大了一些啊。19公来一条啊，凤凰捕到的19公比较大条，手钓的就比较小条一点。沙尖鱼啊，沙尖鱼的肉质紧实很多，吃起来口感不错。这边又是一条春子鱼哦，这2个网捕到的春子鱼估计都能卖个3000块钱了。远远的看还以为是大黄鱼，你看这样子看像不像大黄鱼啊？要是这些春子鱼是大黄鱼就好了，每条都这么大条，而且这才拉了2个网啊，春子鱼的数量还是挺多的嘛。风浪是加大了，感觉船也是越来越摇晃，所以我们也是要站好扶稳来才行哦。这边倒是来了一条石斑鱼，看这是什么石斑鱼？黄丁斑哦。这条黄丁斑看起来是挺大条的嘛，应该有个7、8两左右。像这一种规格的野生黄丁斑，一斤就要100多块钱了。又是一条春子鱼啊，水压比较大，把它的鱼肚都给吐出来了。这条也是够大条啊，还挺不错。今天就是白花鱼比较多啊，然后第2多的就是这种春子鱼了。关键春子的价格还挺不错。春子鱼也叫做黄鳝，浙江那边的比较喜欢吃这种鱼啊。而且春子也是销往浙江那边的比较多，而且价格比较高。黑鲶鱼啊，今天来了挺多的黑鲶鱼，这一趟回去每人分2、3条的黑鲶鱼，其实也是挺不错。这种鲶鱼有鱼胶的哦。又一条春子鱼啊，今天应该光卖这些春子鱼就能小赚一笔了。大黄鱼没来几条啊，光靠这2个网春子鱼的价值，估计都要比那2条大黄的价值要高一些了。这一条是山芽，不是春子鱼。山芽跟春子鱼长得比较像啊，但山芽的嘴巴是比较尖一些的。但是如果按肉质来说，我是比较喜欢吃山芽，因为山芽的肉质要比春子鱼的肉质要紧实一点，口感上春子鱼的肉质比较细嫩一些。又来一只这种蜘蛛蟹啊，这个我们捕到2只了。这2个我们捕到的黑鲶鱼还挺多，虽然都不算大条。今天捕到最多的是白花鱼，然后捕到第2多的就是春子鱼了。第3多的话就是应该是黑鲶鱼了，有个6、7条了吧。黑鲶鱼的肉质也是比较紧实，但是也带着一点粗糙，也是属于越大条越好吃，越大条越贵的一种鱼吧。但是小条就不值钱，像我们捕到这么大条的，一般也就10来块钱而已啊。因为越大条它的鱼胶越大，鱼胶越大，肯定鱼也就越值钱了。也只有达到10斤以上的才能算值钱啊，一斤要达到70、80块钱，20斤以上就更贵了。今天的沙尖也是好多条了，一斤要50、60块钱呢。加鲫鱼也来一条啊，今天的第1条吧。加鲫鱼的季节也是快到了，天气越来越暖和啊，加鲫鱼也就越来越多。像这一种规格的19公也挺值钱啊，一斤也是要50、60的。19公来煮汤，味道真的是1级棒的。虽然小条又长不大啊，但是口感一点都不会比石斑鱼差的。这里倒是来了2条沙尖鱼哦，沙尖鱼来多一点也行。别看沙尖鱼虽然小啊，没有小翅硬翅，而且它的营养价值还是比较高的，从口味上来说也是挺不错的。又是一条黑鲶鱼啊，来几条大条一些的吧。来几条20、30斤的就不错，这么小条它不值钱啊，都是分了带回家吃的比较多。把它腌制一下，再拿来香煎，味道也是挺不错的。今天的春子鱼也是出来开会了吗？我好像也没有把这些春子鱼一锅端吧。一条干结网又来一条了，条条都是挺大条的。这一个网应该是差不多接近尾声了，连续的来春子鱼啊。第1个网跟这一个网的长度也都是差不多，2个网的长度都有个1000多米啊。很明显，第2个网的收获要比第1个要好一点啊。又来一条这种黄丁斑，来多了也可以拿来分掉啊。肉质挺紧实的啊，每人搞一条黄丁斑带回家吃，其实也是挺不错的。反正也是快休渔期了，不要说值钱的鱼货就不舍得拿来分，偶尔分个1、2条也是可以的。反正钱的话，等开海捕鱼以后再赚也是可以的嘛。好的，就这样子，这一个也就收完了，收获也还可以。鱼货比较多啊，大黄也只有1条，然后就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了。这一个网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，下一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。
我是南海大彪哥，也请大家给我点点关注，观看下一期精彩的近海捕鱼视频哦。